中国军团参加日本混混打架综艺 Breaking Down 第18季，中日之战一触即发。招商未来的日本混混打架综艺 Breaking Down 第18季，为什么很多人说中日对战？中国这边叫锐战60秒。其实这个比赛是中国职业选手魏睿带队去参加的，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去现场。今天老北也是有幸采访到魏睿本人，我们来聊聊关于 Breaking Down 的这些赛前赛后的这些故事。魏睿你好，这次招商未来的这个混混打架真人秀 Breaking Down 你是中国区的发起人对吧？对，小北老师，我看到你发了一个作品特别火，这个也一直，其实我一直也在关注你所有的这个作品，我觉得你这个作品做的从这个花边也好，到这个专业也好，这个解析的很专业。好，谢谢。那这次你为什么没有人去现场？我们就特别希望你去现场。我昨天发了一个作品，其实我现在身边有很多这个繁琐的事情，然后由于目前这个工作原因，所以我现在不能离开唐山来中国，所以这一次没有去。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中国选手一定没问题。好，那么这次赛前的整活环节啊，我们能看到咱们是吃了点亏对吧？不是一点，吃了很多亏。从画面上看到有一部分回来，我听那个韩文豹他们跟我说，那本来说是也不是说整活呀，就是说大家这个稍微推上一下，就是有这么一个环节。他没想到哪有说推什么，上来就开打，对，有看得到。然后这个旁边这个小混混就起来了，我那人过去啊，没想到他上来就是一个大嘴巴子，然后这边我们魏阳啊，包括阿宝他们在后边被人搂着呢。所以这个吃了亏，然后听他们说魏阳好像挨了一个拳，魏阳那拳挨得很重，我看了那个回放，真的是下死手，那拳打得非常结实，我看了回放啊。对，还好我们都练过，要是不练过的话，因为他打的时候魏阳的这个脸稍微侧了一点，打到这一块了，手有点肿，就是听他们说呀，这儿有点肿，要是打正的话，打鼻子或者打牙，麻烦了，会打骨折，牙会。对，麻烦了。那我对这个 Breaking Down 还是比较了解，因为我从第1季开始就做过他们的视频啊。那现在已经做到第18季了。他们所谓的混混啊，也是越来越职业。那很多赛事的职业选手都过来打我们这个比赛了，对吧？那么咱们去的这5位选手，有没有针对性的训练，或者说他们是什么样的水平？因为像魏阳和韩文豹，我们都知道都是比较厉害的。另外3位，你觉得大概是什么样的水平？我觉得他们3个在国内算不上顶尖的，但是我觉得能算上，比如说S 级、A 级、B 级，我觉得他们能算上 B 加。哦，那很厉害。你要说达到，对，还差一点，他 B 加是没问题的。那么我发现招商未来这次给他们的匹配很刁钻啊，全部都是他们最顶尖的这个选手，战斗力都很强。对，从看到这个对阵，然后毕竟之前他就有邀请。我来发起我们中方这个选手去参与这些比赛，所以拿到对阵的第一时间，我就看了一些他们的一些相关资料。选手，我发现他们的选手的水平，说到国内咱们这个水平来说，我觉得差不多也是 B 加 A 级的水平，非常职业。对，对他们虽然是这种节目，在这种赛前这种打闹，但是他们比赛的水平。对，很专业。你看嘉乐的那个对手还是个拳击冠军王尊严、韩文豹，还有那个魏阳和贾昌明，他们的对手我都看了一下，基本上很多都是这个 Breaking Down 的冠军。那我说实话，你觉得这次给到您的这个压力大不大？压力非常大。我觉得这不是说这个一个人去比赛，而且在目前这种中日这种矛盾的这个期间过去，所以我觉得。我们就像中国有句话怎么说，都是以成败论英雄了。你成了刚好，你败了，我估计我身上也会有很多口水。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口水也好，赞扬也罢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能在这个节点我们能赴日，而且非常胸有成竹的去参与这个活动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胜利，其他的我就不管了。也是咱们体育精神的一种表现，对吧？对。那咱们明天咱们兄弟们就要出发日本了。现在兄弟们的状态怎么样了？因为他们现在训练其实是比较困难的，尤其是魏阳。昨天看到魏阳发了一条动态，说他最近的这个现状不是特别好，训练环境出了一些问题。你这方面可以简单跟我们聊一下嘛？这个。行，那我就简单聊一下。就是从魏阳这个选手来说，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抗日女校际格斗这项目取消之后，有一部分队员这个自己去做一些
整个事情还好，这个我不参与，但是还是有很多运动员希望继续跟着我继续发展。但是我由于个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处理，所以我让他们找了一个训练的地方，暂时先去保证自己的训练。所以魏阳是一边打卡一边到训练的地方去训练。所以对于魏阳来说，其他的现在暂时没比赛倒是无所谓，但是对于他来说，这马上去比赛，还要去打卡，然后还要找地方去训练，然后还要找地方吃饭，找地方睡觉。所以这个对于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非常困难。大家也有很多呼声说让我帮忙呢。其实我觉得我又何尝不需要人来帮助呢？所以这个不能说同是天下沦落人，但是我还是希望魏阳这次比赛能完全的顺利的吧。打完之后回来，我们还是这个中国人嘛，都以和为贵，我们还是和和气气的。把所有之前的事情处理好之后，大家好聚好散，这是我的一个观点。在这个关键时刻啊，确实是不容易啊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您是日本 K1 首位的中国冠军，在日本那边的格斗界知名度是非常高。那如果说啊，我说如果有机会，你有没有可能和朝仓未来打一场这个1分钟的这个规则？这个。小北老师，你总会发掘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亮点。这个不得不，我这一次如果顺利的过去的话，我觉得我就要跟他去创造一些故事。我们打什么规则，拳击也好，击拳也好，综合格斗也好，我觉得我可以让他来去定。但我并不是说某一项这个规则能胜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也有必要去给他一点颜色看一看。我觉得你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如果说撇去地面这个摔柔，因为咱们是打踢拳的嘛，人家是打的是综合格斗嘛，对吧？如果说撇去这个战力的话，我觉得你的这个胜算是非常大的啊，朝仓未来应该打不过你。我觉得要是到地面，他也因为这个就1分钟到地面了，我们再搂搂抱抱就没啥意思。对，是的。你说完全站立，你说对攻啥的，我觉得我的从速度反应，我觉得都高于他。对。所以我也很有信心。好，最后我在这里代表粉丝们祝我们的运动员在14号可以旗开得胜，打出自己的风采，在日本的 Breaking Down 首次对决啊玩得尽兴，也给大家带来精彩炸裂的比赛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小北老师对于本次的活动以及我们中方选手的这个支持与关注。同样，我也希望大家来关注到我们这个锐战9胜60秒。好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